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张凌赫改写95声格局，对比资源，实际读懂这8位男星的未来走向。逐玉即将收官，尽管评价好坏参半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男女主角张凌赫、田曦薇成功升咖，尤其是张凌赫成为唯一3平台破万的95声。热度直线上升，尽管因为粉底液将军等负面标签被嘲，但另一方面 ，bro 们还是忍不住纷纷效仿旗帜机灵的经典形象。此外，此剧也让他成功跻身顶流行列，商业价值激增，被媒体怒赞稳坐95声 top 位置，甚至足以改变95声的格局。那么今天，我们就深扒一众当红95声的发展路径、未来规划、资源实际等，看看格局真的被改变了吗？1. 王一博断层领跑。出生于1997年的王一博目前是95声中断层领跑者，就算是近2年未进新剧组，依旧凭借赛车直播、综艺曝光、高奢代言、春晚劲舞等持续霸榜商业价值榜首。但他并非一夜爆红，而是从普通的洛阳少年一步步成长到现在的模样。王一博13岁远赴韩国成为练习生，17岁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亮相，成为职业舞者，19岁开始多期发展。尤其是2019年热播的古装剧《陈情令》更让他一夜爆红，走上断层顶流之路。但他根本没有沉迷于流量之中，反而接连用《无名长空之王》热烈3部电影，明确转型路，逐步撕掉偶像标签，成为主流奖项的常客。2024年，王一博的电视剧作品《追风者》开播后便引起巨大关注，截至目前已在全国各级电视台完成174轮上星播出，创下新纪录。他的演技也有了明显提升，虽也在表情管理、台词节奏等方面备受质疑，但总体来说能通过眼神、微表情和肢体语言的细腻控制，完成角色塑造。尤其是爆发戏还被官媒给出直击灵魂的评价。尽管已有2年没有新的影视剧出炉，但王一博以艺人身份参加职业摩托车赛事，亲自参与策划、录制的纪录片《探索心境》等作品，依旧热度颇高，流量巨大，是当之无愧的顶流。目前他手握的待映电影人与堪称文艺片顶级配置，也被粉丝视为其演技突破的封神之作。2. 吴磊打破魔咒。童星出身的吴磊是少数成功的打破童星光环魔咒的男演员。他5岁便出道，一直以可爱、乖巧等特质出圈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吴磊积极拓宽戏路，尤其是2018年主演的《沙海》中，他靠一场幽闭恐惧症的哭戏，展现从少年到男人的蜕变，被业内称为少年演技教科书。那之后，吴磊每天忙得像个陀螺，一年4、5部作品，题材各异，既没沉迷于偶像剧，也没执着于正剧大片，而是几条腿走路都很稳。2020年的《穿越火线》，2022年的《星汉灿烂》，2023年的《爱情而已》等作品形成了爆款闭环，巩固了在内娱的绝对地位，人称扛剧小能手。加上性格讨喜，双商在线，无论是活动还是综艺，吴磊都能靠人格魅力吸引大众的眼球。也因此，就算没有剧播的状态下，商业代言不降反升，这些硬实力是他的顶流支架。3. 王鹤棣厚积薄发。选秀冠军出身的王鹤棣，因一张帅脸而顺风顺水，比赛期间便获得制片人柴智屏的认可，邀请出演新版《流星花园》的男1号道明寺。作品播出后，尽管反响没有想象中好，却为他积累了原始粉丝。这之后，江夜2、玉龙等剧的陆续热播，却没能进一步巩固地位，
反而因演技、妆造等问题被贴上古欧丑男的标签。直至2022年的《苍兰诀》热播，王鹤棣出演的《东方青苍》爆火出圈，成为当年的8月男友。尤其是无论演技还是造型，都打破了以往影视剧中霸总的刻板印象。此剧之后，他手握19个品牌代言，还一跃成为 LV 史上最年轻的全球代言人，商业影响力覆盖多个领域。但爆红后的冷静期，王鹤棣一度又因主演的《浮屠缘》以爱未营再次陷入扛剧困难的尴尬里。可随后的大奉打更人又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目前他手握多部包括《咸鱼飞升》《黑夜告白》的待播作品，还进军大荧幕，具体成绩等待检验。4. 张凌赫新晋黑马。由于逐玉的热播，29岁的张凌赫成功跻身顶流行列，代言接到手软，首登5大女刊的 L 便卖了1300万，这些实际让他彻底撕掉带爆标签，跻身头部行列。但事实上，他并非科班出身，没有表演学历背景。首部作品《少女大人》便因演技问题备受质疑，被怒对徒有其表。在圈中沉寂3年后，张凌赫才靠着《苍兰诀》中的长恒仙君崭露头角。可惜热度攀升后，他虽以主演身份挑大梁出演《云之羽》《宁安如梦》《度华年》等多部 S 级古装剧，看似资源不断，但观众反馈与市场热度却未达预期，形成了典型的高开低走、持续带爆局面。加上当时靠《长相思》走红的邓为，靠九重子出圈的李云瑞等新人压力，张凌赫还陷入了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带爆的尴尬境地。直至逐玉热播，他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集病弱书生和铁血战神于一体的武安侯，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目前，张凌赫手握这一秒过火归銮和许你星河千里，覆盖民国、权谋和都市3大赛道。尤其是归銮中，他挑战出演的底层混混肖丽一角，完全打破了以往的仙气人设，期待值拉满。5. 侯明昊破茧成蝶。而相比王一博、吴磊等人的全民级流量，侯明昊虽在作品实际、观众口碑等方面持续发力，火候依旧还差一点。他同样以练习生的身份出道，但2年后便单飞发展，转型做了演员。早年的侯明昊是寒武纪中的双面杀手简子，也是人不彪悍网少年中的理科天才花彪，均因自然生动的演技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近几年，他的热度虽不及顶流，但先后凭借《护心少年白马》《醉春风入青云》等剧实现优酷平台95声中唯一3部一番剧全破万的成绩，被称扛剧王。而且，侯明昊也开始挑战更复杂的荧幕形象，如《大梦归离》中3重身份的赵远洲，入青云中浪荡复仇的纪伯仔等，展示演技的厚度。目前他的商业价值呈现井喷式发展，2026年开年便新增11个代言。核心原因还是作品加人设加商业3重共振的效应。6. 陈哲远水到渠成。作为圈内公认的准一线小生，陈哲远的演艺路不算平坦。从2015年选秀节目出道籍籍无名，到入行后经历了漫长的沉淀期，再到选择直面自己的短板，一点点打磨演技，赢得关注。陈哲远用了10年。他首次获得关注是2020年播出的武侠剧《绝代双骄》，但真正被大范围讨论，还是3年后的《偷偷藏不住》。剧中的段嘉许一脚助其爆红，涨粉超过170万的成绩确实令人欣喜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却被质疑资源好强捧不红，接连拿出的《仙剑4》《暗夜与黎明》等不同题材的作品反响平淡，被寄予厚望的《白色橄榄树》也扑街收场。好在去年
陈哲远用《一笑随歌》拿下酷云年度人气角色。更重要的是，此剧是以零宣发、收官半年后逆袭登顶的罕见姿态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长尾爆款的奇迹之路。目前，陈哲远手握《梦花亭》《江山未聘》等作品 S 加级宣发，令粉丝倍感期待，还被视为有冲奖潜力。7. 王安宇稳扎稳打，同为95后小生，王安宇被业内人士视为具有冲顶核心潜质的存在，但能否实现逆袭，还需看其待播作品《爱是愤怒》《球状闪电》等的市场反馈。作为中专毕业的非表演科班出身演员，他早年的作品《梦回百岁之好》《一言未定》等均反响不佳。不过从小透明逆袭到实力派，王安宇也仅用了几年而已。20不惑、欢乐颂等系列作品让其积累了演技，而神隐、小巷人家等则让他终于被看见。相比不少小生的一夜蹿红，王安宇走的是慢热之路，是靠作品、人品和专业度一步步积累的长线口碑红。待播作品涵盖科幻、年代、犯罪等不同的高门槛题材，似乎让他正在累积深厚的筹码，商业价值急速上升，相信冲顶指日可待。8. 李云瑞10年蛰伏，先以封神智子团出圈，再靠九重子引爆全网讨论。李云瑞也基本具备了冲上顶流的核心要素，只差一步稳固自己的爆款作品。他2015年便凭借毕业电影《和你在一起》出道，日后10年磨一剑。但真正实现逆袭，还是2023年的电影《封神》，饰演南伯侯之子鄂顺。不过说到李云瑞的人生角色，就不得不提到英国公世子宋墨。他用细腻的眼神、儒雅的仪态，将角色的隐忍、深情与智谋演绎得入木三分。也因此，此剧是当年势头最猛、资源最硬的现象级逆袭之一，也让他拿到了数个品牌代言，跻身一线男星行列。目前，李云瑞的所有待播作品制作规格均为 S 级，单部作品预约量高达500万。当然，除了以上8位顶流或准顶流95生，可以被形容为待爆咖的还包括宋威龙、丁禹兮、邓为、敖瑞鹏等等，他们也都手握不少待播剧，等待时机真正上桌，实现逆袭。可毕竟顶流之位有限，到底谁能彻底翻身，谁又在上桌后高开低走，泯然众人疑，还需要作品说话。那么，你觉得一片混战的95生中，谁能靠实力碾压他人呢？